该怎么办呀？说老实话，我觉得你跟风腾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而且不是随便沟通就能立马解决问题的。这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只存在童话里。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，我也不敢想能够和风腾白头偕老。试用期没满却被炒鱿鱼了，确实也蛮符合我薛珊珊的形象的。只是就这样被炒得不明不白，真的挺让人沮丧的。以风腾的性格，他肯定觉得他做的已经很明显了，你应该看得出来。所以说，你应该懂得进退。真的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吗？我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还糊里糊涂的呢，连点努力都还没算上呢。珊珊，你了解他吗？你知道他的一切吗？既然你不了解，你又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呢？啊，这就是不是说，就像是捡到了一张金卡，却不知道密码是什么？唉，这没有密码，你要是黑客也行啊。这既然都不是，你又何苦自寻烦恼呢？这要怪啊，只能怪你不是发明金卡的人。珊珊，往好处想吧，这舍得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难道你真的要和一个和你不合适的人过一辈子啊？你觉得这样你会幸福吗？好了，这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好男人多的是啊，我妹妹这么优秀，还怕找不到好男人啊，是吧？溜溜姐姐，谢谢你当我的情绪垃圾桶。啊，我是有多悲催呀，有这么个多愁善感的妹妹。你以后甩不掉我了。好啦，你快把奶茶喝了，喝了心情就会好哦。那我们就以奶茶代酒，就当是借酒消愁了。好，干！给大家一个超级的惊喜，情人节礼物的啦！看我的一只大熊，我还有呢，我是一个来吃巧克力的，吃巧克力，看，吃巧克力啊！巧克力，对呀，特别好啊！哎呀，我来，拿着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这谁送的呀？就不告诉你，快点！哎呀，好了啦，说了啦，公务部的王一阳。你跟他来电了呀？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哎，珊珊，来，燕来一颗。哦，太不老实了，这人。谢谢啊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什么高档巧克力，反正就是巴结巴结你了。哎，大老板送你什么呀？对啊，珊珊，跟我们透露透露，大老板送你什么呀？不会是藏起来了吧？哎，说呀。杜小薇，谢谢。玫瑰花啊！我看呐，起码有7、8束啊。哎呀，我发现这一束特别漂亮。喜欢吗？送你吧。对，真的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喜欢粉的，谢谢。哎，我喜欢这一束。珊珊，
谁送的呀？研发部的郑奇帅送给我的。真的假的啊？开玩笑啦，怎么可能是齐帅送给我的？是小薇送的啦。哎，珊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情人节，楼上那位什么表示都没有啊？对啊。珊珊，我那边还有很多花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自己去挑几束吧。不用，我最近花粉过敏。这些是要赶给科长的，如果你晚上要约会的话，明天中午之前给我好了。如果以加班为名拒了，大老板应该就会放过我吧？拜托，就算被甩，也要过了情人节。好，你放心，明天一早给你。哎，珊珊，你今天晚上不跟大老板一起过节啦？我不是刚才说了吗？我明天一早就可以处理好。这样就算是被甩了，应该也不会有人知道吧？袁林说：“你干嘛呢？今天扫了墓，你不是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吗？宋不懂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？会，这几天不都回来吗？哎，我跟阿姨准备了西餐，蜡烛还有音乐都准备好了。我记得伯父伯母在的时候，不是也经常喜欢吃这样的晚餐吗？我猜他一定会喜欢我们这样的聚会的。那我能做点什么呢？把你的好酒都拿出来，舍得吗？我不舍得。王叔，把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酒全部拿出来。全部啊！好歹人家买了这么一大束鲜花送给你，就算你有点失望，也别表现得太明显吧？啊？请进。就是没想到是你而已。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你应该不会介意我送束花给你老婆吧？反正你老婆也没情人。哎，情人没有，老公有一个。老情人。哎，晚上留下来一块吃饭呗。好啊，行，过来。走。哎，顺带跟你说一件更让你失望的事儿。你期待要见到的那位先生让我给你捎的一句话，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，所以我特意带来一束鲜花聊表心意。我才不失望呢，花我收下，不谢了。今天情人节在家里待着太可惜了吧？吃完晚饭咱们出去走走啊，就当我是友情客串。我从来不客串。你要当我是男主角也行。
我来一下。嗯。进到这个门里，就代表摊牌的时刻来临了。薛珊珊，这世界上有恋爱2个字，就会有失恋2个字，所以，接着，你就算心再痛，也绝不能哭。珊珊，我不能跟你过情人节。我知道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傻乎乎的薛珊珊缠着你，吵着你，要跟你一起过情人节了。你是这么想的？我知道你知道我了。想跟我说分手。我父母是在情人节这一天出游，车祸去世的。当你第一次送我礼物，提醒我过情人节的时候，我就想告诉你。但是当我知道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个情人节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开口。我曾经有一个我深爱的女人，就是因为我不能陪她过情人节，所以她跟我分手了。我知道这一天对于女孩来说有多重要，但是我不能允许在这一天以任何的形式庆祝。薛珊珊，跟我在一起，你永远都过不了情人节。我带你来这里是希望你可以安心。但是我却发现你的话越来越少，越来越不开心。所以，对我说的话也越来越少。因为我知道你想要对我说什么，你想要跟我一起过情人节，想要跟我一起庆祝我们在一起。对不起，腾腾，那天我去办公室找你。其
其实是想告诉你，我们不过情人节了。但是，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有些情侣，一年只有这一天过得像一对恋人，而我们这一天纪念你的父母，其余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过得像情人节一样，好不好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吃得真舒服呀！怎么这么介意风腾没有回来吃饭啊？做饭是给大家吃的，又不是等他，他回不回来关我什么事儿？好吧，那我们不聊他了，换个话题，聊聊什么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上次说要去找一本书，什么书啊？ The Great Gatsby。 了不起的盖茨比，好书啊，有品味。我谢谢你啊，又聊到风腾了。啊？哎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转学的那年，我曾经对风腾做过一次隐藏式的告白。 什么隐藏式告白啊？我送了风腾一本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然后我把告白的书签放在里面，但是我没想到他连动都没动。哇，果然是你们文艺女青年会做的事情啊，够浪漫的。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突然想要找回那本书啊？ 我送给他的东西，他一点好奇心都没有。你说他对我有多不放在心上？我就是不想哪天他突然看到这个书签，我们大家尴尬。我想起来了，你送他书这事儿我还知道呢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第2年暑假你还到我们学校来，他也回送了你一个相框啊，有我们3个人的照片。 虽然说这个相框跟爱情无关吧，至少也代表他很在乎你们之间的情谊啊。其实我们也就算是用爱情的方式经营了一场友谊，在这场友谊里面，至少他还站在朋友的位置。 我呢，模糊了友谊，妄想了爱情。但我觉得那个相框意义不一般，至少风腾没有送给我吧。
行了行了，换个话题，不聊了。你觉不觉得郑琪很喜欢我们家丽叔？你也看出来了？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哎，你先别急着张罗啊。不过丽叔条件还不错啊，郑琪倒是跟他挺般配的。就是郑琪这2年这女人呐，像走马灯一样，有点多，所以你先别急着当红娘。哎，郑琪跟我哥不一样，我哥是界限分明，容不得一点暧昧，他过分谨慎嘛，所以我很难猜他的心思。你这个当妹夫的啊，其实敲敲边鼓啊。你哥敲边鼓不行，敲不响啊。有些人是闷声发大财，你哥是闷声倒大霉。哎，不能这样讲的。哎，其实丽叔吧那么喜欢我哥，如果他们俩真的可以轰轰烈烈的谈一场恋爱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觉得丽叔心里都可以放下，不像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，心心念念的还是我哥。亲爱的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相信以郑琪的本事，他一定搞得定丽叔的。回去吧。但我觉得那个相框意义不一般，至少风头没有送给我吧。太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说好不过情人节的呀。走吧。我送你回去。你怎么来了？风腾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们进去说。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
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么多年我错的有多离谱。我为我的骄傲道歉，为我的疏忽道歉，为这么多年以来你对我曾经付出的这么多道歉。冯腾，我爱你。明知道和你已没有输赢，可想你还是李叔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没有误会，我看到这个了。其实你看我的 Great Gatsby 的吗？你看到了我给你写的书签，这个照片就是你对我的回应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才看到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哦，不对，其实是我先开始的。我先用书签向你告白，然后你用照片回应我，对吧？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我明白，你现在跟珊珊在一起吗？这个没关系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现在才知道你喜欢我，或者你曾经喜欢过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知道这些还不晚。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看不出我的自己吗？对不起。不是你的，那是郑琪的。我送你相框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郑琪在后面写了这个。这年来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书签我看过的，但是在你找书之后我看的。李叔，我现在心里只有珊珊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今天情人节嘛，我在家里做了特别多饭，然后你也不回来吃。你知道你今天不应该跟珊珊去过情人节的。这个照片的事情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当年就知道。那个书签，对，那个书签我也知道，都是耍你的。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会突然间被郑琪发现了。郑琪，来了。李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你给我的情人节问候。这就是你对我的羞辱是吗？你不会拿这个照片去找封腾了吧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脸？我难得鼓起勇气去找封腾，最后把自己搞得一败涂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怎么做？不应该写那段话吗？你千万别告诉我这是你上学时候的恶作剧啊！你都多大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幼稚啊？我告诉你书签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误导我？
你为什么要让我发现这张照片？我没有想到你连想都不想就去找风腾。我想都没想。我不去找风腾，我难道来找你吗？我书签上写着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等你，然后照片上写的是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跟你相遇。这不就是你代替风腾他回应我吗？你根本就是故意做的我。这不是回应，我没有署名，这哪是回应？你没有署名？什么叫你没有署名？你没署名？那不是回应。那不是回应是什么？欢迎参加落单情人 party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进来坐坐吧。我猜你是刚失恋吧？要不要加入我们呢？我们正在跟正妻讨论啊，这男人到底想什么呢？希望明年就不是单身了哦。单身也要过情人节啊。我是单身没错，但是我没失恋，我也不需要参加你们的落单 party。你们继续。严小姐，冯先生打来电话让我问你，要不要和他还有郑先生一起出去打打球？那个王叔，你就跟他们说我还没睡醒。是。喜欢丽叔，大学的时候就喜欢。当然，但是在这个阶段呢，郑琪交了一些女朋友。我想应该是这次丽叔回到上海之后，他们接触的时间久了，郑琪才确定了这份喜欢。那丽叔呢？丽叔怎么想的？郑琪那么优秀，她当然没问题。就像你当初不是从不喜欢到喜欢我？女孩就是应该被倒追的，是吗？说的好像是你追我似的。那是你追我吗？哦，原来薛珊珊是倒贴呀！你不要这么讲。那齐帅那么优秀，那丽叔也很优秀啊，追他的人肯定也多的是啊。珊珊，啊，佛头珊珊，郑琪，到挺早了吗？你们，黎叔呢？他在睡觉。来吧，来。那我去买饮料。不行，一块玩，想偷懒啊你？买饮料也是运动啊，我走吧。哎，那我们等你回来再玩。看风腾说齐帅和丽叔的样子，是满脸期待看好的，可见风腾心里没有丽叔，只有我薛珊珊，只有我。
这都几点了？丽叔还睡觉呢？没事吧他？你当年喜欢丽叔，为什么不说啊？哎呀，感情这种事儿啊，还是得两厢情愿。他当年心里那个人，可是你啊。现在呢？发球权回到你手里了。人生真的挺奇妙的，两个人走着走着吧，当年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只是当年的问题还是存在啊，他心里那个人依然是你。可是我倒是认为，经过昨天晚上，他知道你喜欢他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我还在想，要不要把丽叔告白的事情跟珊珊说一下？跟他说这个干嘛？你又不想有任何的事情隐瞒他。我说你呀，在感情上也是个白痴。她珊珊再单纯，她也是个女孩吧？女孩都敏感，都小心眼。啊，你跟她说丽叔跟你表白了，丽叔可是一个以后经常会见面的家人啊。你们以后怎么见面啊？尴不尴尬？我劝你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别说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是好事儿，虽然是郑棋搞出来的花样，但至少强迫你开口了。而且现在真相大白了，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你不用再纠结了呀。他喜不喜欢你是他的事，你要不要告诉他，可是你做决定的。哎呦，其实能把憋在心里这么长时间的话说出来，确实是轻松了很多。被风腾拒绝了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，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吧。只不过有一点丢脸，有一点难堪。哎，我想了一晚上，我觉得我是时候该搬出去了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你应该学会示弱，你不要像个女汉子一样那么去要强。哎，你看人家珊珊，整天开开心心的，天大的事儿连绷一绷就过去了。哎，我就是学不会呀。那你应该自我检讨啊，这是你的个性问题。你干嘛什么都要做最好的，什么都要争最好的？我知道我哥是最好的，但世界上只有一个风腾，对不对？其实郑棋也很好，关键对你很好，你跟他在一起会幸福的。小姐，你跑题了好吗？让我跑回来。我觉得你跟郑棋真的可以试着交往看一看。哎呦，袁丽树，你把人家伤害了，你应该打个电话安慰一下吧。哎，风月小姐，现在到底是谁受伤啊？啊，我受伤了，我现在要打电话去安慰他是吗？你有没有立场啊？好，我不强迫你，好吧？但是我强迫你，你留下来陪我住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怕风腾尴尬。我哥一点都不会介意这件事情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搬到陆家嘴去住了。他要结婚，我们兄妹俩分开住是迟早的事情。你也知道，我爷爷当时走的时候，我哥为了安我的心，把这套房子挂在了我的名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是这套房子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哇，你就放心住在这里，我说让谁住，就让谁住。哎呀，你让我想一想吧。乖了，听话了。电话响了，看见了。珊珊，他也知道这个事了。喂，珊珊。
4报告呗。那丽叔可是开着书店的文艺女青年来的，您行吗？这不是告白，是道歉。道歉？为什么道歉啊？哦，我听说情人节那天晚上，郑琪跟一堆部门的女同事过了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丽叔知道啦？郑琪用大4报告呗。那丽叔可是开着书店的文艺女青年来的，您行吗？这不是告白，是道歉。道歉？为什么道歉啊？哦，我听说情人节那天晚上，郑琪跟一堆部门的女同事过了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丽叔知道啦？我都开始怀疑该不该帮郑琪了。在昨天晚上之前，他们俩还不是男女朋友。其实郑琪跟谁过节都没有错。哎，你是在帮他说话，还是你就真这么想啊？哦，跟别的女生过完节才想起追丽叔，那算是唱哪出啊？虽然说郑琪是我们的朋友，可丽叔也是啊。这样丽叔会不会太委屈了？你放心好了，丽叔他不会让自己受委屈。再说郑琪他现在不是在道歉吗？你觉得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一直都做得很好啊。风腾，如果有一天你有更好的选择了，不需要道歉，你只要告诉我一声。我也会头也不回地离开你。上官，你这是在威胁我们？我哪敢威胁你啊！我只是想被抛弃的时候可以有尊严一点，不用那么可怜。我怎么会舍得你呢？丽叔，你们和好了？那个郑琪昨天晚上就是安慰几个部门的失恋女同事，大家都知道的。郑琪在公司里面人缘特别好，你别误会了。啊，那个我知道，我也去了。你也去了？啊，郑琪约我的。
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在 party 上我们有些误会，所以丽叔就跟我急了。哎呀，好啦，都不要再说了。昨天晚上的事情呢，都过去了。以后大家都不要再提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不点东西啊？我都饿了。啊，对，这儿的墨鱼面特别好吃。服务员。前面停了吗？你又在大门口停了呢。轩轩，啊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系鞋带。没有鞋带，你装什么有鞋带？下来。我跟你说，在这个大楼里边，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但是在大楼外，你是我女朋友。男朋友不可以送女朋友上班吗？我风腾谈恋爱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？再大的压力也要承受。你是最棒的。朝这个方向 ，Go。爱情很伟大，但是大老板的爱情真是逆天的庞大呀！大家早上好啊！哎，薛珊珊，听说今天早上是大老板开车送你来的？哈，你还说你没有跟大老板谈恋爱？怎么情人节刚过，你说你要加班的，大老板马上就送你来上班啦？那个大老板他就是顺便送什么？大老板的车还能顺便上呀？就是，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。珊珊，嘿，你和大老板在一起了？如你所见。珊珊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在这办公室也没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，所以跟你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，对吧？所以你有男朋友了，是不是应该先让我知道呀？你都知道啦？所以你们俩真的是男女朋友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珊珊，薛珊珊，严总，薛珊珊也在这次加薪的名单上，你好歹给我个提示吧。加薪能有什么提示？就按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吧。话不好这么说吧，薛珊珊才是个助理，加多了惹闲话，可是加少了，她是老板的女朋友，委屈了。老板的女朋友的薪水还要集团来发吗？哦，也对，这
跟男朋友、女朋友花钱，就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事。早外人还说什么呢？不知道最后加薪幅度是多少。如果薪水整个大幅度上扬，那一定会被说事攀关系。大概没人会想是我工作表现好吧？可是依照风腾的个性，搞不好为了避嫌，反而缩小了调整的幅度。那对我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这下好了，跟他谈恋爱，损失自己。哎呀！风腾啊，风腾，你就不能忍着一点吗？等调薪以后，你再表明我们的关系，不好吗？喂。下班了吗？刚下班。今天晚上我有个局，不能陪你吃饭了。你不是给我发短信了吗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收到了，为什么不回我？那个，你怎么了？过几天调薪，不知道公司怎么认定我的表现呢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当然知道我表现好啦，但是哪有自己说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你得看公司怎么决定啊。我觉得公司当然是公事公办。啊？哦，知道了，再见。薛珊珊，原来被男朋友说公事公办，心里面会这么难受。好好的加薪，明明应该很开心的，怎么就变成这么难受的自我纠结呢？哎，柳柳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哎，陈浩他爸知道我们俩打算分手了，把他的金源都给断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还要中断陈浩在北京的那个项目。那个项目当初是我提的，我得赶紧过去把这件事给处理一下。那你去几天呀？哎，暂时还不能确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处理好再回来。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你也是啊，路上小心。放心吧。分手了，连项目都做不成。原来办公室恋情比想象的还要容易惹上麻烦。如果金爱玲还在就好了，就算会有那些流言蜚语，但至少不会搞得大家公私不分吧。开心点，开心点，一定会加薪的。你今天能不能在老地方放我下车呀？你是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丢人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就是怕我太胖了，想运动一下。可是我就喜欢你这么胖胖的，薛珊珊，你要习惯。大家好。薛小姐，来，坐。薛小姐，请喝茶。请喝水。谢谢。送的资料，给你，还有你的，慢走啊。习惯什么呀？习惯这种奇怪的眼光和待遇吗？拜拜。风腾在22楼，他怎么会了解我所面临的压力跟处境呢？
我现在送一份资料，可能都要花1个小时，太没效率了。这些同事眼前跟你热络，但说不准没应付好，背后还说你白虎，拿着几秒当令箭。哎呀，但我只能战战兢兢地对付，完全不希望设立辞职的事再上演一次。珊珊，那真是辛苦你了。珊珊，你多想了。他们说你呢，不是因为你是助理。我虽然在家里待着，但是办公室的八卦我多少知道一些。工作那么忙，饭后总要找点素材减减压嘛。你们还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说我跟严青的呢？啊？严总也会像我这样被说呀？当然啦，这就是我们信封的悲哀呀。无论我还有我哥跟谁好上了，总会有人说笑话。我哥让你习惯，就是习惯这个。风月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对珊珊可不是很公平哦。我们严青哥当年可是华尔街的第1金童，被延揽到集团的。可是我们珊珊呢，就是个小助理，这诽谤的力道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你哪知道啊？珊珊啊，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压力这么大。如果万一不行的话，就辞职呗。辞职？风腾又不是养不起你，把风腾和助理工作摆在天平上，这孰轻孰重应该不难选择吧？我虽然跟风腾谈恋爱，但是我也想有我自己的工作呀。我不想把感情跟工作放在一起去衡量。我想谈恋爱，我也想工作。可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懂吧？其实珊珊啊，你真的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。不是我看不上你啊。你看你那么年轻，资历又浅，你到其他公司去，顶多也做个助理。我哥的女朋友是助理，我觉得吧，我也不是很支持。这下好了，连我的后路都被切得一干二净。你看你说的，以珊珊跟风腾的关系，这多少公司都抢着要珊珊呢，至少是个经理级的。那不是更落人话柄吗？那也得我哥答应嘛。你去跟风腾好好说说嘛。我去跟他说，我就在家里待着，我公司的事情从不过问的。要说也得你去说。我说他能听吗？你好歹是个公司的股东啊。那股东就不一定要发言的哦。你试试看嘛。我给你们发言，我怎么说呀？哎，好了，你们这下都说到哪儿去了？其实我就是跟你们吐苦水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了。我不会辞职的，我会继续留下来做这份工作。所以，你们千万别跟风腾说我说了些什么呀！哈。珊珊，其实我那个午休时间到了，你们先慢慢聊啊，我回公司上班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才不辞职呢！好不容易过了试用期，现在可是劳动法保护着我的。看来真的只能如风腾所说的，要习惯。薛珊珊，你要习惯，往后不能再这么抱怨了。财务部12科财务助理薛珊珊，因期间工作表现良好，依照年资比例予以加薪8%，自1月生效。
好险好险，最后还是1年资比例加薪。如果因为我和风腾之间的关系给了我不合常理的加薪，那以后我要怎么在集团立足啊？哎，珊珊，你也拿到加薪函了吧？你交多少？8%。才8%啊！才8%呀，我还以为10%呢。哎，珊珊，原来你薪水等级跟助理是一样的吗？是啊，我一直都是啊。哎，别说了啊，公司规定不能私底下讨论薪水哦。我想啊，大老板一定是不想让珊珊太显眼，所以呢才保持基本调整，对吧？哦，我想也是。你想，他们刚开始交往，何必倒人口舌呢？等到年底来个大升迁，做个科长什么的，哎呦也就行了嘛。对呀，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加薪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对？都领了我该拿的金额，也能有这么多的联想。哼，早知道我不客气的加个20%，至少看到钱心里还能痛快些。最好可以痛快啦，总不能拒绝加薪吧？老天爷啊，你何苦为难我这么勤奋努力的小小工薪族呢？珊珊，这些材料你帮我复印一下，我下午开会要用。啊，好的。科长。珊珊，有什么事吗？科长，我想跟您说说关于加薪的事儿。哦，加薪的事啊。你的金额是我批的，最终上头批下来的金额也是这些，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其实关于这次加薪，我特别想谢谢科长。哎，珊珊，其实说实在的，你刚来风腾市的表现，的确不尽如人意。可是你后来的努力和进步，却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。我想我应该向你表示歉意，因为我作为你的主管，可能没有像其他科长那样顾虑到你跟大老板的关系。我知道，科长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才让我觉得这次加薪有被肯定的感觉。您根本就不用跟我道歉的，是我应该谢谢您。哎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啊。什么事啊？这么开心？哎呀，被直属上司肯定当然是好事啦。不过我们那种下层人民的疾苦，你这辈子是体会不到啦。哎，我得赶紧找房子，不能再继续在刘总那了。你在你堂姐家住得不开心吗？没有啊。溜溜的跟她男朋友。唉，只能说剪不断理还乱。如果我再继续住在她那儿的话，只怕我会更加更多麻烦。你是说你堂姐跟她男朋友住一起？是啊。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因为溜溜的男朋友去北京出差了，不在上海，所以我才跑去借住的。那你为什么之前没跟我说过？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，不用特别说吧。薛珊珊很好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：你认为我会让你躺在一个其他男人躺过的床上睡觉吗？啊？大老板，你想太多了吧？姐妹之间住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没什么的呀。从明天开始搬到我家来住。不行，我怎么可以住在你那儿呢？要
要不我住在柳柳家，用自己的床单还有被子。要不然我睡客厅沙发。打地铺。你堂姐和她男朋友结婚了？啊！大老板，你一天不跟社，他会怎么样啊？我错了，我保证3天之内，保证找到房子搬出去。1天，明天找不到就搬过来。那就明天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先把今天混过去再说。吃吧。我走啦。珊珊。明天。我知道了。晚安，拜拜。我今天特地调休1天过来登记的，请老天爷保佑我，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房子，一起把这件事情搞定。唉，都是风疼了，非说什么男人睡过的床我不能睡，害得我1晚上没睡着。唉，最后打地铺才睡着的，搞得自己腰酸背痛。喂。您好，请问是薛小姐吗？是啊，你是？我姓蒋，你叫我小蒋就可以了。我听说你是不是要租房子啊？哎，我们这边正好有一套房子，非常符合您的要求。您看。不是吧？我人才刚走出来哎。你是怎么知道的联系方式的？啊，我啊，网上看到的。我有在网上登记吗？你有的。是吗？难道是中介这么快就把我的信息登在网上了？我有吗？可是这种就很少都是中介来联系的呀，哪有房主直接联系的？哦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跟那个中介呢关系还算不错。要不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带你去看看房子？现在是有。哦，现在有啊，那太好了。我现在也有空，我现在要不我开车过来接你？啊？这是骗子吧？哪有房东亲自接你去看房的？肯定是骗子，骗子！喂，薛珊珊，房子找得怎么样了？风腾，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自称是房东，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联系方式的，急着要我去看房，还说要回来接我，你说他会不会是骗子呀？是吗？我看都不像。要不然你把那个人电话发我，或者我让小张送你去。嘿，也对哈，那我就跟他说我把电话发给朋友了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小区里面，找个保安，在他面前晃一晃，他就应该不敢乱来了吧？哎，这种事儿还要麻烦小张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们电话联系吧，我现在就把他电话发给你啊。好。
喂，小蒋。那个我好像到了哎。是54号对吧？好，对。那好，那我就在楼下等你啊。哇塞，独栋哎！这么高端大气啊！这哪是我这平常老百姓消费得起的呢？小姐，我们这房子呢属于开间式的格局。哎，你看，这两边的采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还有这边的家具一应俱全啊。哎，小姐，还有这边，这里是厨房，薛小姐。哎，这里是我们的厨房。如果你想做些简单的料理呢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哎，你想，在这闹市区里有这么一套精巧迷人的小房子，是不是很不错啊？这麻雀虽小，可是五脏俱全呀。重点是还离公司很近，这下我通勤和交通时间都可以省下多少啊！房东先生，这个房子一共有多少平米啊？这个房子大概60平方米，我想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，应该足够了吧？那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呀？2500块。啊？2500。说实话，这个价格在这儿也有点太低了吧？便宜没好货，这其中肯定有鬼。安全起见，房产证拿来看看。其实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是我一个外国的朋友的。他昨天打电话给我吧，他说：“小蒋啊，你把我这房子随便租出去，随便多少钱。”所以这房产证啊，我是真的没有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如果你信不过我的话，你先住，再给钱。什么？你先住，住完过后你再给我钱。还有这样的？这里采光特别好，跟你说，阳光充足啊，而且家具都是全新的，真的是无可挑剔了。价格又非常的合理，人家房东先生的朋友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要是再不租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那你一会儿下班过来帮我搬家吧。拜拜。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吗？已经没有了。那好，帮我备车。大老板今天要提前下班吗？对，搬家。房东先生真的把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哎，那我今天不用打扫了也行。这里到你的公寓好像用走的就能到了，那我以后就找你去吃早餐，去当成年运动吧。你说我找到这么便宜又漂亮的房子，是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呢？小蒋，等一下那个房子随便租几个间都行，你看着办。对了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举动稍微自然一点，别像个诈骗犯一样。好。真的好像中彩票一样呢。给。哎，那我请柳柳和双姨来家里坐坐吧。不如隆重一点，请你堂姐还有她男友一起吃个便饭。啊？你打扰人家那么久，我总要表示一下吧。那我请客。你请客？可是不知道你租了房子以后，兜里还剩几个钱啊？也是哦。那就你请客吧。说到请客，
我连今天晚上吃饭的钱都没有呢。要不你也顺便请我吃顿晚饭吧？看你的表现了。哎呀，好不好嘛？好，想吃什么？你说了算。哎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你是财务部的薛珊珊吧？是啊，我是薛珊珊。我们不会是同事吧？我是研发部的黄玉，之前在公司见过你几次。你不记得了？我记得。你是黄玉。你住这儿？啊，我是刚搬过来的。哎，你不会也住这儿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住前面的小区。那我们也算是邻居了，以后我们互相照顾吧。那我去上班啦，去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听说了吗？严总的秘书 Sherry 啊，因为秘密情人的事儿，全部该走人了。真的？过了个情人节呀，大老板都接送他上下班啦。你资料是多久没有更新了？今天早晨研发部的黄玉啊，看见他搬进了新套房里。你说这连房子都有了，这些算得了什么呀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看上去普普通通的，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了，还是给大老板下了什么蛊。哎，那你说咱们在这补妆还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咱还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给收拾好吧。这套房也送了，我看这薛珊珊呀，也算是气数将尽。哎，你说现在这老板送多少套房给你美女不够呀？那倒是，我觉得呀，这漂亮的女孩呀，唠叨就该收手啦。对。如果说要是能进封家这宅院，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啦。原来爱情道路上最可怕的，不是挡在面前的大石头，大石头可以翻越过去，而是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抛过来的小石子儿。那么多颗，总有一颗会砸中你的吧？唉，风腾说过，我要习惯这种生活，但是这种生活真的好可怕。我以为自己准备好了，我以为自己有勇气的，可是面对这些枪林弹雨，我单枪匹马，真的可以杀出重围去吗？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呀？我在员工餐厅吃的盒饭呀。这个鱼特别的好吃，多吃点。我们之间的感情，真的是一顿惨一顿惨给吃出来的，不容易呀。
走出嘈杂、充满谣言想象的办公室，回到风腾安静的公寓里，我们大概就像其他的情侣一样过日子。我喜欢这样，虽然没有太多的惊喜，甚至有点安静，但是却很舒服的相处。我喜欢这样的风腾，但不知道我在风腾的眼里是怎么样的女朋友呢？你打死你，打死你！你使劲儿点啊！耶！哈哈，赢了！可以呀你！来，宝贝，干杯！干杯！庆祝一下！你还可以呀，但这局你帮我。这回你自己打啊！耶！风腾，以后我做饭给你吃吧。你就别老请厨师了。这个厨师做的饭你不喜欢？不是，我只是想亲自煮饭给你吃。你会煮饭？你会煮饭？按照你的标准来说，应该总不会吧？你就好好的、乖乖的留在我身边，陪我一起吃饭就好了，知道吗？风腾实在是太完美了，除了陪伴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唉，与其说是女朋友，不如说是饭友。饭友，怎么感觉这么难听？哎，风月，你知不知道风腾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呀？我哥喜欢什么？你想送他东西啊？不是，我只是想说，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除了吃饭聊天，还不能做点别的？哎呦，你这真把我问住了。我想想啊，我哥平时健身吧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他也没有特别喜欢某项运动。如果真要说他喜欢什么的话，他喜欢捉弄人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嗜好了。捉弄人？那意思就是说，我要被捉弄，以后就要过着彩衣娱亲，彩衣娱友的日子吗？再聊什么？聊风腾。丽叔啊，你这围巾在哪儿买的？好漂亮啊！这是新款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哪天我带你去买。好呀。哎呀，也该出去逛逛了啊！最近都没什么新发现，记得带我们去。要不珊珊也一块儿去吧？这个牌子也不是很贵，我看你就这么几件衣服搭来搭去的，你也不能老是这样一成不变的出现在风腾的面前啊。他要是看着不烦，我都有点审美疲劳了。我这样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是可以更好。别人都说啊，这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美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，恋爱中的女人会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。你还不好好折腾一下？折腾？对，折腾。我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个呀？每天跟风腾碰面都是一个样子，他一定觉得无聊死了。看来我是应该好好折腾一下了。这一点呢，颜青啊跟风腾就特别的像，就是你在他面前换100件衣服，他都觉得你只穿了1件儿。这一点呢，就要好好向人家郑琦学习一下了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珊珊，你现在都是风腾的女朋友了，你得好好的打扮一下自己。女孩子打扮漂亮吧，才会开开心心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上班呢就应该准备几件好的衣服，咱们不用大牌加身变成土豪，但至少呢也得有一个清纯版女神的样子。有道理。是有道理。公司那些流言蜚语，大半都是因为我看起来太普通了。唉，我又不像丽叔天生丽质，怎么随性怎么好看。
为了封腾，看来我应该努力提升一下品味了。颜色都太暗了。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这个呢？这个也好看啊。哪个好看？更好看。你看，这个。没事，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。哎，你看那个，我觉得这鞋子你穿应该不错，看看吧。珊珊啊，我给你挑了几件，我觉得颜色还挺适合你的。你看你喜欢哪件，要不要去试一下？那个特适合你，是吗？哎，这件也试一下啊。谢谢，麻烦你放进来。为了封腾，我需要努力提升一下自己的品味。不过，我的伴读能力还是 OK 的。封腾，你看这个。我想送这幅画给叶老师，用色还挺大胆的，笔触呢也相当感性，就是架构不太成熟。不过价格我可以接受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整体来讲还不错。我不能接受我的艺术天分，太不 OK 了。来，珊珊。I don't care. I think Tommy is no other agency can offer. You know? 吃吧。挑菜和吃饭的能力，我还是1等1的。吃吧。真好吃。下班。哎呦，你要吃什么呀？哇，日本料理。走。好，日本料理。哎呀，快点啦，饿死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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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珊珊怎么还不走啊？还要报表没有做完。好吧，那我先走。
晚上一起吃晚饭。虽然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但是一天24小时，大家都要工作、应酬、交朋友，扣除掉2个人平均在一起的时间，大概也只有2个小时。我能用这1/12的 OK 感觉去支撑其他的不 OK 吗？这个你拿着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帮你办的副卡，以后跟风月他们出去就用这个。不用了，我们不缺什么。别生气了。风月的消费能力我不是不知道。还是知美莫若胜。我尽量少去就行了。不是让你少去，你就当替我买单，给风月和丽叔请他们喝茶吃饭，但是偶尔要记得给自己多买几件衣服，知道吗？送我金卡，是想告诉我以后都没有时间来陪我了吗？还是把我当成那些爱慕虚荣的女孩子一样对待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怕我在风月和丽叔面前丢脸，所以他才会拿卡来保护我的自尊吧。本来是要帮珊珊打点行头的，结果你什么都没买，反倒是我们俩买了那么多东西。你每次不都这样吗？珊珊，我哥不是给了你副卡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用呢？风月怎么知道副卡的事儿？风腾给我那张副卡是让我请你们吃饭喝茶的。那哪行啊！我约你出来就是逛街的，你非要请我们喝茶。你说逛了一下午，你什么都不买，弄得我们俩都不好意思了。不是的，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喜欢的，而且我觉得那里的衣服也不太适合我。风腾给你副卡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逛得我们俩脚都酸了，还选来选去的。风月，要不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昨天我们逛的那家商场吧，给他们经理让他们直接封管。别，不用那么麻烦的，那里的衣服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又没有让你花钱，风腾对你这么大方，你就接受他的好意嘛。哎呀，我就说了，他给我那张副卡是让我请你们吃饭喝茶的，我才不用他的钱买衣服呢。哎，你们一会儿想吃什么随便选，我请客。那好吧，那买东西的事儿我们就待会儿再说，我们先想想吃什么。好啊，你们想吃什么呀？泰国菜、韩国菜。丽叔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你住这儿啊？这儿不是？这房子是我运气好才找到的，而且那个房东人在国外，所以房租也很便宜。珊珊，其实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？为什么呀？我不应该鼓励你用风腾的卡，不过那是因为我跟他太熟了，所以我觉得理所当然，并不是因为我把你当成那种爱刷男人卡的女孩。我知道的。你是对的，虽然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像风家人那么有钱，但是至少我们经济独立，这样才不会被人说闲话。我挺佩服你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丽叔，你太了解我了。不过要做一个自主又配得上风腾的女朋友，可不容易。以后啊，不管是穿衣服上面还是工作上，你都要好好的加油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记得随时来找我。我会加油的。那我先走啦。好，你路上开车小心。慢点啊。
拜拜。你们看嘛，如果我今天刷了封腾的卡，丽叔肯定把我看扁了。不过要靠自己的力量游走在封腾的世界，真的是压力好大呀！哎呦，你管他袁丽书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不是还说嘛，那袁丽书原来创业，那不还是封家给他的钱吗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是嫉妒封腾给你副卡。那有什么呀？人家有借有还，而且肯定有能力还。我觉得丽叔说的没错，这女孩子还是自食其力的好。这男人啊，靠得了一时，可靠不了一世。不过我倒挺奇怪的，这袁丽书怎么会突然开口说要帮你呢？我总觉得他对封腾的感觉非比寻常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客气两句，你还信他的话？而且我跟你说啊，封腾他要的不是你的努力啊，他要的是你享受他的成功。所以说他给你副卡就是一种成功的展示，你就接受他的美意不就完了吗？真累。哎，说到美意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月底吧。哦，我跟程浩一块儿回去。你们又在一起了？哎呀，这个说来话长了。总之我跟程浩打算再努力一把。那个封腾说，他要我邀请你们一起吃饭，就等你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吃饭？好啊。哎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想见见他女朋友的姐妹们？应该是吧。封腾还说要你们顺便也把男朋友都带来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我带杜凡去行吗？哎，那他肯定特别巴结我。那我问程浩吧。你们要吃什么呀？让我想想啊。这样吧，鲍鱼、鱼翅、红斑鱼，还有一个老鼠鱼，我都爱吃，一样来一份呗。喝的嘛，拉菲就算，我就来我的 real 吧。双姨，这么多你能吃得了吗？怎么吃不完？他堂堂一个封腾的集团老板，他请不起我啊！珊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听双姨瞎指挥，就他那个菜单，可不是小钱就能了事儿的。虽然这对封腾来说只是些零花钱，但我们心里还是会过意不去的。这样吧，咱们就到你公寓那儿随便吃一点就行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柳柳，你怎么这么没劲呢？人家封腾好不容易请我们吃饭，你要给足人家面子，知道吗？这你就得问我这个爱情专家了。男人请他的姐妹们，就一定是要展示他的面子，懂吗？所以你要给足人家面子 ，OK？ 陆双姨，就你歪理最多。哎，喂，珊珊。珊珊，哎，我听着呢。哎，你快点说，继续说，到底吃什么？还要吃什么？好吧，在努力做好封腾女朋友和满足双姨味蕾之前，我得跟大家一起先努力集团的股东大会。股东大会往年都安排在集团周年庆的前夕，财务部自然要全力以赴。我更期待的是股东大会之后的周年庆餐会。听说往年餐会都会邀请所有董事，可想而知，那些餐点一定不会随便的。一想到餐会啊，我就头疼。就是，周年庆，他说是犒赏全体员工，实际上我们财务部一点都不轻松。对呀，财务部宴请董事，那我们财务部肯定跟董事互动最多啊，在餐会上肯定省不了跟他们互动，
说白了就服务他们呗，这是赤裸裸的纯应酬啊！就是太到位了，这个评论。服务？我真想开口问，那能吃东西吗？哎，风头，那个周年庆餐会是什么样子啊？你是想问都准备了什么食物吧？才不是呢。我就想说，你看，万一董事会上问到那些财务部上面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你得告诉我，我得有心理准备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应该不会问你财务上的问题，但是免不了对大老板的女朋友充满了兴趣。你要好好的表现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不可能啊！同样的薪水，扣除掉房租、水电费、煤气费，还有餐费、交通费，所剩已经不多了呀。而且我早餐跟晚餐还是在风腾那里吃的。那还叫他们怎么会有钱买新衣服、穿高跟鞋、化浓妆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哦，一定是我算错了，再算一遍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已经跟柜台的姐妹说好了，等我炸柜发了工资，马上就去买。这咋着最新款吧？对啊，1000送1同款，正好年会的时候可以穿。佳佳，你哪来这些钱买这些东西啊？付完房租，你还有钱吃饭吗？付房租 ？No， 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。就光这么一双鞋，看起来就要你工作的1/3，你还买了好多衣服呢。哎呦，还好啦，没买什么。喜喜，你都吃了好几天的泡面了。我在减肥呢。你少来，我看是月底没钱了吧？哎呀，好了啦。哎，前2天看到了一个铂金包，特别好看。我跟你们说，要是我不买下来的话，我这辈子都睡不着。有没有那么夸张？真的。是的。拿去啊。哎呀，还是自己好，亲一个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愿意为了这些东西，就花这么多钱呀？就这么节衣缩食的过日子呀？哎呀，这也没办法，这名牌又不是地摊货，难道让你随便喊价？哎呀，珊珊，大老板都给你办副卡了，你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这种人的心酸呢？就是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到底是谁传出去的？一定是周小薇说的。风腾要办卡，一定是交代给琳达。他跟琳达是同学，一定是琳达告诉他的。哎，我还以为终于能过上清静的日子了，没想到又有新的八卦了。你们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那怎么了？你又没偷，你又没抢的。再说了，男朋友给女朋友副卡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你让他们说去。这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你能怎么办啊？你要是实在不舒服的话，还是把卡还给风腾吧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能这么做，薛珊珊。哎，你就因为同事八卦几句，你就把卡还给封腾，你这不等于打他脸吗？这可不是什么卡不卡的问题，这是面子的问题。OK？ 封腾一定会生气的。那你们说，我拿也不是，不拿也不是，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呀？不过柳柳说的对，你说啊，你们俩一个小助理，一个大老板，你说，哎，真是让人八卦来八卦去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要不然这样，你干脆辞职。什么？离职？离职？双姨也觉得我应该离职。双姨曾经说，办公室恋情不愉快，最后走的几乎都是女孩子。为什么我跟凤腾明明很愉快，也要走人呢？为什么呀？你有没有做错？你为什么要离职？哎，你之前不是还鼓励我离职呢吗？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道歉了吗？那是误会你了。你说你现在这不都挺好的啊？工作你能够顺利的完成，那谈恋爱你就更不用说了呀。这对于一个新鲜的社会人来说，你已经成就非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要不知足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有那么优秀吗？当然，如果你不辞职的话。哎呀，也没有啦，我只是很难受，大家都用那种眼光去看我。就连我的姐妹淘都觉得我应该走。好像我的工作，除了是封腾的女朋友，就没有其他的了。我理解，这就是跟大老板交往的悲哀吧。可能他们都以为你飞上枝头了，从此生活就无忧无虑了。这即使不有工作呢，你的生活也是灿烂无比的。但是实际上，我觉得好像你跟封腾最近的话也不是很多哈。而且他最近还给了你副卡。这男人吧就是这样的，一旦感情稳定了呢，就喜欢用钱来买心思。哎呀，我看呐，这以后你跟封腾的话，估计会越来越少的。你现在说的这些，要比那些流言蜚语还要让我害怕。不过你呢，也不要这么沮丧。这周年庆餐会不是马上快到了吗？你如果想要自我成长的话，那就放手一搏，在股东大会和庆餐会上，好好的表现。一切都是为了封腾，还要自我成长。薛珊珊，加油！Sometimes I feel there's another lacking in perfection. Sometimes you're being hurt. 没问题的，相信丽叔就对了。哎，眼睛怎么这么痒？
山。这就是昨晚你去跟丽叔逛街的战果啊。不错，够大。行了行了，摘了吧。徐珊珊，你是不是把参会和董事会的衣服穿反了？还是你非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大老板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参会的衣服是一件小礼服。小礼服？是参会又不是宴会，你穿什么小礼服啊？惨了，我该不会是把丽叔交代的搞混了吧？我现在以主管的身份命令你，立刻回家卸妆换衣服，选一件舒服正式的来，就像你平常那样朴素的就好。哦，别再搞什么花样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我呢，确实是看你这个土包子很不顺眼，也不知道大老板究竟看上你哪一点。但既然咱们是同事，我就有义务要帮你，总不能让那些人以为咱们12科都没有同事爱吧？还得陪你一起丢脸。看什么啊？快去！好。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小薇啊，知道我们可以来，我就相信你会看好。我肯定会努力工作。快点，我先去那边。好，你知道没？哎，小薇，你好漂亮啊！哎呀，你们美的就像一朵闪欢迎欢迎欢迎！你好你好，还望多多支持啊！请多支持。嗨，I'm Linda。珊珊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在对的时间做对的打扮，我还拿捏得不够分寸。打安全牌也许太过保守无趣，但是至少不会太过失礼。今年的房产是不是底子很快，是吧？啊，我估计这个估计啊，还不成的啊。对呀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谢谢。你说他是不是奇葩呀？开会的时候穿得花枝招展的，现在又这样，太本末倒置了吧？对呀，但是他就是有能力把老板哄得一愣一愣的。也是，真是奇葩。哎，珊珊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不是说为了参会还特别买了2身衣服吗？哦，我去看一下。我给你买的礼服呢？你怎么不穿啊？妆你也没化，你想气死戴维老师啊？我真的觉得化妆跟穿衣服是门学问，不是花大价钱就能行的。我想真学不来，所以干脆放弃掉算了。你不是想要自我成长吗？这么快就放弃了？你说你的资质又不差，你不觉得这样可惜吗？还有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在注意形象的场合，喝酒还是适可为之好。吃东西也是。所以我成长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，对不对？我一个初级班的学生，一下子让我跳到高级，那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。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淹没在角落里，没有人注意到。你看你把自己说的。喂，你这么说话也太过分了吧！你根本就不了解珊珊，也不知道珊珊的为人，凭什么这么说珊珊？
这本来就是事实。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大老板跟薛珊珊只是玩玩而已，又不可能认真。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站在谁的地盘上，你还敢说人家女朋友的坏话？我们只是替大老板感到不值。今天的场面所有人都看到了，薛珊珊拿着大老板给的卡刷名牌，居然也能刷出灾难。你看那些名牌穿她身上都什么样子？哎，真的是把老板的脸都给丢尽了。我们大老板那喜欢的是珊珊的，天真还有普通，这岂是你们这种凡人能够懂的？天真、普通，还真像是优点呢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大老板的秘密情人吗？正牌女友居然跟秘密情人认识，不是应该后不见后吗？那才是大家闺秀呢，能配得上大老板的，应该是那个样子的。就是。珊珊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啊！风腾是多挑剔的人啊，他选择你，肯定是因为你身上有别的女孩没有的优点。比如呢？比如，你们在聊什么呀？过来，我有朋友介绍给你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朋友薛小姐。啊，看来冯老板最近可是事业爱情两得意啊，真是秀杀我们这些老人喽。哎，是啊，我们大家喝一个。好，来。哎，这位是袁小姐吧？久仰大名。哎，最近有些传闻，都把我们搞糊涂了。恕我直言，到底这位薛小姐还是这位袁小姐，是大老板你的女友？几位董事还真是爱说笑。珊珊是风腾的女朋友，我呢，是郑琦的女朋友。对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，那就祝福郑总监和袁小姐了。谢谢。哎，恭喜恭喜！这下我们风腾集团，两位金童都有女朋友了，集团的未来肯定是锦上添花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来！来，女朋友啊，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？你之前不是想让我用激将法吗？我接受你的建议。刚才那个当下，我才不要跟珊珊争宠呢。依照珊珊状况百出的性格，我估计这段恋情也玩不过3个月。我不要急于这一时。所以你表现了你的大气，同时又想测一下风腾的反应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步棋到底是好棋呢，还是闲棋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我交了男朋友，风腾会不会因此意识到我才是最合适他的？还有，我在风腾的心里到底占多少分量？对不起啊，我没有跟你打招呼，就拿你当我的挡箭牌。我没事，
反正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嘛，应该的。只是，你确定这个戏真的要这么演下去吗？我怎么会睡在这里了？我是怎么喝醉的？我应该没闯什么祸吧？睡衣，睡衣是风月的，小朱帮你换的。哦，以后参加宴会不知道穿什么衣服，你要过来问我。嗯。还有别人问你是不是我女朋友的时候，你要大声的说是。是。换好衣服，我送你回去。